哎，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故事还是发生在一次生存中，玩家与朋友乔治开了一局双人生存。没错，他朋友的名字叫做乔治，此乔治非彼乔治。两人赶在天黑之前找到了一处云杉树林，就在前方不远处。但是考虑到天已经黑了，玩家二人便在一旁的树旁挖了一个地洞，暂时先把这当做二人的大本营，并且朋友在这棵树上面挂上了告示牌，来标记这里是他们的栖身之处。好了，话不多说，精彩剧情正式开始之前，请各位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栖息之处是有了，但是没有床。朋友决定去不远处的云杉树林收集一些云杉木，玩家则是负责收集羊毛制作床，二人各自分工明确，开始行动。一段时间过后，游戏内的天色也变为了白天，玩家也收集够了羊毛。可正当玩家返回地洞时，打开门，一只梦影人在洞内，玩家当机立断掏出斧子，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3下5除2 KO 掉了他。但是随即他的游戏画面短暂的闪了一下，这是什么情况？玩家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赶忙告诉了朋友，乔治也觉得很不正常。玩家随后又在外面播种了一些农作物，再次返回了地洞。这次打开门后，又出现了2个梦影人。玩家很匪夷所思，这到底是啥子情况？这梦影人来这里白给来了。虽然玩家与朋友都觉得这很让人费解，但是白给的梦影珍珠不要白不要。于是玩家又跟没事人一样，继续外出收集物资。随后玩家无意间在前方一棵树旁看到了大量的梦影人，玩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梦影人消失在这棵树旁。待玩家追过去后，这棵树旁边根本没有任何的坑洞，这就奇了个怪了。玩家再次把这个奇怪的现象告诉了朋友，朋友让玩家先回家，他随后就赶回来。很快乔治在天黑前赶了回来，二人赶快进入到了地洞中，进行了秘密交流。一番缜密的交流后，为了防止梦影人偷家，玩家二人决定将他们地洞空间缩小，搭建一个门框。因为梦影人身高的问题，低于3格的空间，梦影人根本进不来。朋友则是赶忙用收集来的铁锭为他们2个制作了一身铁甲。一切准备就绪后，玩家二人准备继续出去探险。正当2人准备出发时，玩家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家的方向。这次他又看到大量的梦影人进入了他们的地洞，他赶忙叫着朋友乔治，二人火速地往地洞方向赶去。回来后的一幕让玩家二人彻底懵了。隔着门，玩家再次看到屋内站着一群的梦影人，这还真是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好，既然这些梦影人这么喜欢这个地洞，那索性我们就不住这儿了。朋友乔治向玩家提议先离开这一段时间，看看这些梦影人会不会自动消失。玩家觉得也行，于是二人再次离开了地洞。2人一番奔走后，来到了一处桦树林。此时玩家正常的抬头想看看天色，结果突然在前方的树顶部发现了一个身影，一闪而逝。那消失的速度让玩家的肉眼根本捕捉不到是什么东西。玩家猜测可能是梦影人，于是二人也没有过多的在意。出来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是时候该回去了。可2人回到洞口时，洞口旁边又莫名多了一些末地石，于是二人赶忙又下到了地洞中。神奇的是，梦影人消失了，但是他们地洞的周围多了很多的末地石，并且他们的床、熔炉、工作台等等物品都没了。玩家二人开始慌了，难道这群梦影人把他们的东西搬到了末地，然后为了照顾他们的心情，扔了一些末地石作为交换？这也太离谱了吧！这时玩家看向一旁的门框时，突然一个物体出现在门框上，一晃眼的功夫便消失了。这个物体是一个游戏实体，它的外观像 Dream， 但却是黑色的。玩家彻底慌了，朋友虽然没看见，但是看玩家这么紧张，自己也被吓得够呛。2人再次离开了地洞，这地洞啊是1分钟都不能再待下去了。2人站在这儿大眼瞪小眼，商量着下一步的打算。可就在这时，玩家发现朋友的护甲凭空消失了，他赶忙询问朋友为什么脱掉了护甲。奇怪的是，朋友告诉玩家他的护甲也没了。玩家一看，还真是。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说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2人更加坚定要离开这儿的想法。可当2人跑了还没几步，他们便被再次传送回到了地洞旁，并且这次玩家2人的物品栏内的物品全消失了。2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时，朋友在树顶发现了这个黑色的 Dream。这次这个黑色 Dream 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和玩家2人对视了几秒钟，接着便在消息框发出了消息：猎人游戏开始。说完，这个黑色 Dream 便开溜了。玩家2人本能的一起追了上去。可以看到，这个黑色 Dream 的名字叫做梦影 Dream， 并且这个梦影 Dream 能随意更改游戏内的天气。玩家越发的觉得这个梦影 Dream 应该不是普通的游戏玩家。紧接着，玩家2人的游戏视距被急剧的拉长，看来这个梦影 Dream 是想让玩家2人跟他玩一场猎人游戏。既然无法躲避，那就洒脱的面对吧。玩家与朋友开启了追击，在这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的环境下，玩家2人不断的紧追梦影 Dream 的步伐，但以他们2个人的速度和能力，根本无法追上。这个梦影 Dream 可以任意随意的出现在任何地方，并不断的朝着玩家2人挑衅。每当玩家2人快要追上他时，他总能凭空的消失躲过。很快，梦影 Dream 再次消失在了一面末地石墙上。慢慢的，玩家2人意识到这样追下去根本没有个尽头，
两人开始停下来商量对策。朋友乔治建议还是退出游戏算了，但玩家却认为已经玩到这地步了，不要轻易说放弃。MC 玩家要有一种不怕困难的毅力。经过玩家的道德绑架，朋友也打消了退出游戏的想法。此时，朋友突然想到，既然这个末影 Dream 出现的地方都会有末地石，那如果我们把这些末地石全部破坏掉，那他是不是就无法行动自如了？这样我们就能占据主导优势。玩家一想，哎，有道理。二人决定回到刚才那面末地石墙旁。可当他们再次来到这儿时，玩家在另一侧不远处发现了一个由大量末地石组成的类似龙卷风模样的建筑，而这个龙卷风建筑就在他们的地洞旁边。玩家二人都被眼前这种壮观的景象所震惊。前方高能叫到了，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哇，真牛”，激活弹幕护体。此时玩家的第六感告诉他，这个末影 Dream 应该就在地洞中。两人赶忙又下到了地洞。果不其然，他就在这儿。不过这次旁边还站着真正的 Dream， 玩家二人还是来晚了一步。真正的 Dream 被末影 Dream 送回快乐星球了。从此以后，他才是真正的 MC 速通赛大神。作为 Dream 的忠实粉丝，玩家二人简直忍不了，说着就冲上前去要跟末影 Dream 一决高下。但他们的攻击丝毫对末影 Dream 不起任何伤害。最终，玩家二人也开心地结束了这场游戏。好了，小伙伴们，本期视频就到这儿。那啥，都看到这儿了，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哎，你们懂我意思吧？麻烦这次一定好吗？